与桑切斯同日开启访华行程的还有新加坡外长维文，这也是新加坡总理黄循财5月就任后首次派出外长访问中国。近年来，中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多个合作项目走深走实。此次维文访华有何重点议题？在多个场合就中美关系发生平衡的新加坡，又将如何继续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作用？来看看报道。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于8号至9号访问中国。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和外交部官员陪同维文访华。今年7月，王毅与维文就曾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均强调推动各领域合作。此次这个新加坡的高官访华，一个是将传递出新加坡新一届政府将继续推进与中国良好合作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信号，同时也将进一步的去落实两国领导人之前达成的广泛的共识，那同时也会就这些双方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这些重要问题进一步的深入沟通，那也会就明年双边要共同庆祝这个建交35周年这么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去进行这个探讨共同来推进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向前迈进。据外交部网站消息，目前中新建有4个副总理级的双边合作机制，分别是涉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双边合作委员会，以及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协调理事会。作为中新两国政府间的首个合作项目，今年也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该园区已经吸引了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了248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苏州3%的面积创造了全市约15%的 GDP。自中新两国建交以来，广东一直是新加坡的重要合作伙伴。早在2009年，新加坡跟广东就成立了新粤合作理事会。新加坡中国深圳智慧城市合作于2019年启动，旨在加强新加坡和深圳之间的数字和商业联系。截至目前，深新双方已累计启动4批48个重点项目，包括深新前海智慧城市合作创新示范园区、深新新能源商用车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中新跨境贸易数据国际互联互通项目等，为新加坡企业开拓大湾区市场以及中企通过新加坡进入东南亚市场创造机会。中新两国开展这个持续的全方位合作是有着良好基础的。从中国来说，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市场机遇。那新加坡呢，它作为这个一个东南亚重要的发达国家，那它也是有这个航运兴旺、金融发达以及贸易便利这些良好的优势。而便利人员往来则是促进商贸合作的基石。今年1月，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在免签政策推动下，截至今年6月，中国访新旅客数已恢复至疫情前的80%水平。新加坡旅游局还与芒果 TV 合作了热门真人秀《花儿与少年好友记新加坡站》，深入揭秘了狮城的新玩法，文化和语言的相通，促进了中新间热络的交流。新加坡作为华人占比75%以上的国家，华语是新加坡文化的特色之一。上个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任内首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时，就强调了华语对新加坡社会的重要性，重申政府对培养双语能力的承诺。新加坡是以英语为共同语言，但我们在本质上是个亚洲社会，不是西方社会。我们都想要保留亚洲人的精神面貌和传统价值观。有分析认为，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模式的重要内在价值，道出了亚洲国家无需事事效仿西方这一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此前，黄循财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新加坡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而会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新加坡的许多政治人物在多个场合发声，平衡中美竞争局势。近期，美国加码对华贸易战，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亚洲前瞻峰会之联合早报对谈上，就对未来中美竞争表示担忧，希望中美在分歧中寻求共识，管控局势。令人担忧的是，两国之间在贸易上的摩擦，最终是否会变成军事上的冲突，那将会是世界上的一场大灾难。所以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当时，双方必须通过对话，在分歧中维持一定程度的共识，建立基本的互信，才能避免局势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前瞻峰会的前瞻二字来自于中新关系的最新定位，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去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访问了广州、海南、博鳌和北京，期间中国和新加坡双方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李显龙回国后约2个月，新加坡就举办了首届亚洲前瞻峰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则多次向国际社会论述新加坡的国际关系观，呼吁美西方正确看待中国的复兴。在谈及中美关系时，马凯硕多次对西方听众强调，恶华终将失败，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 There's a wiser strategy for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trying to stop China, United States should try to work with China to create a world which has enough space for two big powers. 中国与美国都是新加坡重要的战略和经贸合作伙伴。那新加坡不希望在选择合作伙伴上面临要选边站队的这么一个困境。那第二呢，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它是始终奉行在中美之间平衡的这么一个外交政策。那这一灵活的政策也是为它赢得了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那第三呢，新加坡也是作为小国吧，它特别的关注或者关心说要维持这个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以及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非常担心这个大国竞争可能会导致这个国际局势的分裂对抗，所以说新加坡领导人也是不断的在国际上呼吁中美两国要加强管控双边的战略竞争，同时他也在积极扮演这么一种角色。新加坡外长维文今天也到北京访问，那您认为这对中新关系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新加坡外长维文对中国呢很熟悉，也经常访问中国。去年2月正式访华，3月呢又陪李显龙再次访华。今年7月与王毅外长在老挝见面，现在呢应邀到北京访问。从中新外长会面的频次看，就知道呢中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新加坡外长访华，我认为呢有4个关注点。第一，美国大选在即，中美关系可能又要发生波动。新加坡呢将和中国讨论如何维护中新关系稳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今年8月中旬的首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说，中美日益加剧的竞争是新加坡最大的担忧，有不可控的强大势力正在改变大环境。美国呢为新加坡提供了军事力量，而中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两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是新加坡的首要任务。维文外长呢此次访华可能会与中国交流新加坡如何处理中美竞争的问题。第二，与中国讨论如何发展中新合作议题，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人工智能、数码经济、绿色发展、海洋合作等更多可视化成果，加强智库、学者、媒体等交流。第三，再次重申新加坡将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定反对台独，不允许被任何形式的台独所利用。第四，对中国游客造访新加坡表示感谢，欢迎更多的中国人在10月黄金周到新加坡游历。中新两国呢，从今年2月9日起实施30天互免签证，大批的中国人呢到新加坡旅游，成效显著啊！新加坡旅游局说，从7月开始呢，中国入境新加坡的旅客人数首次超过了疫情前的高峰。第一季度新加坡旅游收益中，中国游客贡献了14.7%，位居第一。一些专家呢给新加坡旅游部门支招，说新加坡旅行社呀要主动到中国拉客，规划最好的旅游线路和内容，把市场做大。维文外长访华可能呢也会谈这个问题，看新加坡的旅行社呀能不能进入到中国市场。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远东，乌克兰总统则到访德国和意大利，并提出获得更多武器和使用北约武器远程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要求，但美国带头予以拒绝。乌方要求为何会被拒绝？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来看看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了俄乌冲突和乌克兰战后重建等问题，并承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梅洛尼称，北约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已经使俄军进攻陷入僵局，这一局面使和平谈判成为可能。
外界注意到，意大利政府虽然在七国集团和欧盟等框架下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向乌克兰提供 ICMPT 防空系统以及配套使用的约700枚阿斯特30防空导弹等武器，但总额并不大。而且，意大利政府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领土之外使用这些武器。这与乌克兰政府近期呼吁授权美西方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诉求相反。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曾表示，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在到访意大利之前还访问了德国，在德国西南部拉姆施泰因的美国空军基地出席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这也是他首次与这一机构直接进行面对面会谈。他表示，希望在北约的援助下，于今年秋季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出席同一场会议。对于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需要远程能力来打击俄罗斯领土的纵深目标的要求，奥斯汀也予以拒绝。奥斯汀强调，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单一的能力会起决定性作用。但奥斯汀宣布了美国对乌克兰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为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提供更多弹药和装甲运兵车。值得注意的是，德国7月份宣布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机，8月又宣布暂停援助乌克兰，但这次或许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德国政府在同一场会议上宣布，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12门自行榴弹炮，预期今年和明年各交付6门。但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也跟随美国表示，反对乌方使用北约远程武器来袭击俄罗斯纵深地区目标。有欧洲媒体报道称，在上个月的欧盟外长会上，除了意大利、匈牙利、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都同意乌方请求，但由于欧盟一致原则，相关提议被否决。像美国加上德国、英国、法国，他们都有同样的顾虑，就是我给你的武器啊，你不可以用到乌克兰以外的地区，当然就主要是俄罗斯嘛啊，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些武器呢，因为杀伤力比较大，那所以呢，如果用到俄罗斯的话，那可能这个情况呢会比较难以控制，战事扩大。乌克兰自8月6号对俄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进攻以来，首度攻入俄罗斯境内，被认为是取得了自俄乌冲突以来的一项战略性成果。观察指出，乌军在行动中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巡航导弹、远程导弹以及 F-16等攻击性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乌克兰想要扩大战果，显然需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武器装备，并解除对打击俄领土纵深目标的限制。虽然乌方近日宣布成功测试了国产弹道导弹，其自研生产的无人机远程攻击能达到1500公里以上，并投入实战，但产量和能力远不及北约武器。外界注意到，北约国家自俄乌冲突以来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并且在先进程度、武器射程、杀伤力和打击范围等方面不断松绑，但双方仍在互相测试底线，尤其是远程打击武器更是被视为禁区。美国一直没有松口，认为这将把北约拖下水，但乌方认为北约的限制增大了乌军行动的难度。不完全统计显示，迄今为止，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560亿美元军事援助。事实上，美国以武器支持乌克兰，但却将金钱留在了美国。因为这些武器都是来自美军库存或者向美国军火商采购，他们生产线马力全开，赚得盆满钵满。近日，还有美国政界人士透露了更加隐秘的原因。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日前公开表示，华盛顿需要乌克兰的自然资源，因此必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能够赢得与俄罗斯的这场冲突。他一再提到，乌克兰人手中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资源是美国的重要资产和终极战利品。此前，他还将俄罗斯人在冲突中的死亡称为我们花过的最值的钱，是美国的一项全面稳健投资。公开资料显示，乌克兰矿产资源主要有沥青、无烟煤、铁、锰、铬、钛、铅、锌、铝、汞、镍等。